这是奥特系列中最具情怀的特摄剧场版，它不仅弥补了各个昭和奥特曼中最大的遗憾，而且还给平成三杰设计了更好的结局。当初年少时激动于8位奥特曼的同时登场，直至现在在重刷此片时，才明白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情怀以及主题理念，早已超出了剧情本身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奥特曼的平行世界，还是童年的大谷飞鸟我梦平成三少，跟我们儿时一样，在电视机前守候着奥特曼的开播，而日历上的时间正是初代奥特曼的首播时间。也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们的童年便有了对于奥特曼的憧憬。夕阳西下，三人遇到了一位白衣少女，眺望着天空中的奥特之星，在白衣少女的见证下，大家许下了童年的第一个梦想。殊不知此时三人命运的齿轮也慢慢开始转动。时间飞逝，大谷早已长大成人，儿时的梦想也渐渐淡忘。如今的他成为了一名导游，跟随他的视角，我们遇到了初代的人间体早田进。在这个平行世界中，他与名字队员成为了夫妻，而且他们的女儿便是大谷的未婚妻丽娜。随后又遇到了赛文的人间体诛星团，他也与安奴一起开了家餐馆。接着又遇到杰克的人间体香秀树，他和秋子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。最后遇到了艾斯人间体北斗星司，他和南希子一起经营着一家面包店。这4位昭和老奥纷纷在这个平行世界中弥补了自己对于心爱之人的遗憾。我们回到剧情，大谷刚到公司，便和其他同事一样，被天空中出现的海市蜃楼所吸引。眼尖的小伙伴是否看见了大谷的同事？正是我们的宗方指挥。市民纷纷遥望着这海市蜃楼，似乎好像末日将至。而此时大谷也陷入到梦境当中，在废墟之中，大谷看见了8位奥特战士。不仅如此，大谷看到梦比优斯被屏障困于空中，随后4位叔叔纷纷变成奥特曼。大谷也终于被梦境惊醒。随着海市蜃楼的消失，城市再次恢复了平静。大谷约上飞鸟我梦来到诛星团的餐厅，随后便将自己梦境中看到的情景告诉了两人。飞鸟与我梦也是一笑了之，但大谷还是觉得自己和那个电视上从未见过的奥特曼很熟悉。而就在第二天，飞鳥和我梦也梦到了自己变身成了奥特曼。ダイナだったかな。アスカもいた。じゃあガムも？僕はガイアっていうドラマになるんだ。而大谷也认为可能在另一个平行世界，就像4位叔叔一样，飞鸟和我梦也是奥特曼。但在两人的玩笑之下，大谷也认为可能是自己想多了。这天，大谷3人和4位叔叔一同去参加舞会。正当众人走在路上之时，躲在暗处的暗黑银法师生成一股紫色旋风席卷而去，卡车瞬间失去控制，眼看就要酿成大祸。北斗一个箭步跳上卡车，控制住卡车速度。诛星团也在瞬间推走婴儿车，而早田进和香秀树也在毫秒间就走了小孩。看着眼前不可置信的一幕，3人纷纷惊掉了下来，而大谷也更加确信那个梦境是真的。而就在这天，正在做向导的大谷再次陷入幻境当中，身后突然出现了海兽哥斯拉王。面对如此真实的怪兽，大谷一时分不清是真是假，但此时身后突然降临一位奥特曼梦比优斯。看着眼前奥特曼与怪兽的对战，大谷终于相信这并不是梦境，而是真实发生的。可哪知海兽哥斯拉王的实力异常凶猛，梦比优斯吃到电击后被死死压制。此时大谷回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奥特曼特摄剧，海兽哥斯拉王的弱点就是背弃，随后冲上前将这一信息告知梦比优斯。梦比优斯得知后便摆脱束缚，随后一个翻身来到怪兽身后，一个箭步将其背弃扯断，随后便发射光线解决掉了海兽哥斯拉王。而此时梦比优斯化为人间体也逼犯未来，感谢大谷的帮助。说话间大谷也回到了现实，但当大谷还是以为这是一场梦之时，突然发现眼前的未来早已被小孩围作一团。惊讶的大谷立刻推掉了工作，随后便将未来带离了此地。在一番交谈下，大谷也终于明白自己刚才是被卷入到了未来的平行世界中，而战斗结束后未来也被卷入到大谷的世界中。此时未来也突然想起此前遇到一位白衣少女。赤い靴の少女。はい。その不思議な少女が僕に言いました。ある世界に侵略者に狙われている。急いで。この世界ウルトラマンをいない。7人の勇者を目覚めさせ、共に侵略者を倒して。
对于未来口中所说的7位勇士，大谷回想起此前梦境中变身的4位叔叔，可能就是7勇士的其中4位。随后便拉着未来去寻找4位叔叔。7人の勇者のうちの4人を僕は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。